礼貌用语提升好感度。尽管很多人觉得你好、谢谢、再见、对不起等礼貌用语用在朋友间显得过分生疏，但是这些用语的存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，有些时候甚至可以化解一些矛盾。案例分析，一个宿舍的几个同学开始关系非常好，总是黏在一起。然而渐渐的，宿舍的萌萌引起了大家的不满。一开始，社长菲菲从食堂回来时总是会帮萌萌带饭，但萌萌每次却连个谢谢都没有说过，好像菲菲帮忙带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久而久之，菲菲心里不是滋味，便开始用各种理由推脱，不愿意再帮她带饭。此外，大家每天进门出门都会打招呼，我走了，我回来了。在宿舍的成员也会随声应和，大家彼此打招呼，感觉非常亲切温暖。然而萌萌却从来都不主动打招呼，对别人的问候也是无动于衷。渐渐的，大家都懒得再和她打招呼。菲菲实在忍不住私下问萌萌为什么要这么冷漠。萌萌说，我觉得朋友之间就不用这么多客套的语言了，说多了太累赘也麻烦。然而萌萌不明白，再好的关系都需要这些礼貌用语来维护和尊重。常用礼貌用语的原因，提升好感度。在和陌生人或者不熟悉的人相处中，礼貌用语能够提升好感度，拉近彼此的距离。请问，你好，对不起，打扰了，这些礼貌用语都能让你更加顺利地得到帮助。表达感激，在别人向你提供帮助后，如果你不吝啬于说谢谢，真诚地表达谢意，这不仅让他们心里觉得暖暖的，还能鼓励他们继续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避免冲突，在公共场合，如果不小心碰到了他人，或者打扰到了他人，及时和对方说对不起，非常抱歉，能够避免不必要的冲突。解决方案，很多人不习惯说礼貌用语，除了没有意识到礼貌用语的重要性之外，还有些是因为搞不清礼貌用语的措辞和场合。如果你属于这种情况，可以看一下下面列出的几点。接受馈赠，当你接受别人的馈赠时，不要表现得无动于衷，好像那是理所当然的。你应该向对方表达感激之情，可以说这正是我最近想要的，真的太喜欢了，这个礼物太让人惊喜了之类的感激的话。你真诚而喜悦的表达会让送礼者感到十分满足和欣慰。委婉拒绝，当朋友请你帮忙时，如果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，你应该选择礼貌地婉拒对方。如果语言过于生硬，对方会觉得你不讲人情，你们的关系也会产生隔阂。你可以说，我很想帮你的忙，但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接受帮助，不管接受陌生人还是家人、朋友的帮助，一句谢谢都能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密，这也是最基本的礼仪。礼貌用语的意义，见面说你好，感谢说谢谢，离开说再见，打扰人的时候说抱歉，冒犯了别人说对不起。正是这些礼貌用语的存在，我们才能看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。礼貌用语不仅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，拉近彼此的距离，还是个人素养的最基本体现。现代女性如果连基本的礼貌用语都不会说，就算她接受再高的教育，拥有再好的条件，在相处的时候也无法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，留有一丝神秘感。在日常交往中，人与人之间保持一丝神秘感是非常重要的。神秘感能够让你和亲人、恋人、朋友之间保持新鲜感，有持续交流、继续相处下去的欲望。案例分析，小文和男友恋爱不到3个月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相见恨晚，如胶似漆，常常彻夜长谈，事无巨细分享彼此的小秘密，
短短3个月时间，两人已对对方的一切都了如指掌。但好景不长，慢慢的，小文发现，不知哪天起，他们在微信里除了在干嘛、吃了吗、在忙之类的话，再也没有新鲜话题。两个人见面、吃饭、喝茶时，除了拿起手机各看各的，再也没有相谈甚欢的感觉。小文很困惑，难道认识才3个月就丧失激情了吗？她向男友抱怨，男友这样反驳她：很多生活了几十年的夫妻不也无话可说，但这就代表他们感情不好吗？小文无法反驳。就这样相对无言的相处半年后，两个人还是和平分手了。再相爱的男女都应该在彼此眼中保留一点神秘感，这也是感情保鲜的秘诀。小文和男友的问题在于过度透明了。其实很多恋人在一起时间久了都会出现无话可说的状态，一旦出现这种状态，该如何及时拯救这段关系，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。很多人会习惯性分手，就是因为每次出现问题都不及时解决，陷入恶性循环，到最后他们只能以分手告终。失去神秘感的原因，对朋友、伴侣和盘托出虽然够坦诚，但在一段关系里却往往是灾难的开始。善意的保留一些秘密，给自己增加一点神秘感，是对一段关系重视的体现。那么到底为什么一段关系会失去神秘感呢？太熟悉，因为两个人非常熟悉，彼此信任，所以你会无条件地将自己的秘密或者心里话和盘托出。你觉得这是对友情、爱情、亲情的尊重，没有界限。在很多关系中，你也许觉得和对方已经要好到完全没有界限的地步，甚至可以穿同一条裤子。例如，很多闺蜜之间可以共用一切，清楚对方的一切。很多女人婚后便不拘小节，去卫生间不关门，喜欢裸露着在对方面前走来走去。其实，这种没有界限会让一段关系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，甚至分裂。解决方案：保持距离。关系再好的亲人、恋人、闺蜜都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，这是留有神秘感、避免争吵的重要因素。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能让你们忽略对方的缺点，彼此包容和看到对方的优点。当然，距离也不能太远，那样会让彼此疏离。不要过分展示自己。朋友圈是个好地方，让不熟悉的人拉近距离，也能让许久未见的朋友知晓对方的近况。然而，毫无节制地展示自己的生活，却可能会让朋友产生厌烦的情绪，从而在心理上远离你。独立的思想。每个女人都应该有独立的思想，在一片大同的呼声中，清醒而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如果你总是人云亦云，很快就会让人感到乏味。思想的特立独行能让你拥有持续的吸引力，无论是对恋人亦或是朋友。保持神秘感的意义。距离产生美，过于亲近，对方身上的大小毛病都容易被放大。我们中国人常说距离产生美，以及犹抱琵琶半遮面，说的也是一种有所保留的、有距离的、含蓄的美感。这样的艺术技法放在人和人的交往中也是通用的，利于维系感情。很多夫妻关系走向平淡、分裂，甚至最终发生婚外情的原因，就是两个人慢慢失去吸引力，失去了新鲜感、刺激感。渡边淳一在《男人这东西》中这样讲：夫妇关系不是1年2年的关系，双方既然要共同生活几十年，度过大半个人生，那么相互间保持一定的紧张感和神秘感，以便互相保持性魅力是十分必要的。可谓道出了两性关系保鲜的秘诀。不要遇谁都诉衷肠。有些姑娘天生自来熟，只要遇着个人不算讨厌的，多聊几句就把人当知己，毫无节制地向对方倾诉苦水。然而，
很多时候，这不仅无法赢得对方的同情，反而会令人不耐烦、反感。案例分析：学生时代，我班里有个不错的同学，各方面都很优秀，但就是特喜欢向人倒苦水。起初，同学们会一起安慰他，同情他遭遇的一切。然而，时间久了，大家发现倒苦水已经成了他的习惯，一些芝麻点大的小事也要搞得人尽皆知，多少让人有些厌烦。渐渐的，他再和大家倒苦水时，大家都开始敷衍了事。他很苦闷，觉得周围人都不喜欢自己了，集体在疏远他。后来，一个要好的朋友这样对他说：向人倾诉并没有什么错，但如果没有一个度，那就是你的错了。你也应该为我们考虑一下，谁每天有那么多闲工夫听你的那些琐碎的小事？朋友之间不应该这样无止境的消耗，而应该互相体谅，互相理解。他恍然大悟，其实跟人抱怨不是不行，但别养成了抱怨体质，也就是所谓的负能量气场。你身边的朋友是没有义务听你的满腹牢骚的，他们更愿意和一个积极向上、充满正能量的人做朋友。喜欢倒苦水的原因：缓解压力。有些事情憋在心里会特别难受，所以倾诉是很多姑娘缓解压力的方式。然而，凡事都该有个度，倾诉再多，吐槽再多，也不会从本质上缓解你的压力，解决你的事情，反而让你显得软弱、啰嗦。希望得到同情。遇到不幸的事情，很多姑娘第一反应是找人倒苦水，希望得到同情和安慰。惯性抱怨。很多姑娘其实都是嘴巴比心快，遇到鸡毛蒜皮的事，抱怨就脱口而出，已经形成一种习惯，却没意识到，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成为别人眼中的负能量包。解决方案。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你可以向一两个知己好友倾诉，真正的好友会认真聆听并提出合理建议，但也不能毫无节制。解决问题的根本源头还在于你自己，静下心沉淀自己，反思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多读书，让自己的内心变强大，多向优秀的人学习，弥补自己的不足，多运动，让心中的一切痛苦都化作汗水流掉。渐渐的，你就会明白，其实你那些烦恼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在众多经历风浪的人眼里，睡一觉就过去了。少诉苦的意义。告别负能量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。对于那些愿意倾听你故事的朋友，你应该保持感恩的心，但更应该懂得克制。别人没有义务听你的满腹牢骚，因为谁都不喜欢和满身负能量、总是抱怨命运不公的人做朋友。学会面对自己。年纪越大，我们越应该懂得自我调节，不要见谁都倾诉衷肠，要懂得隐藏自己的脆弱，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当你学会沉下心面对自己，自我消化情绪的时候，才是你成熟的开始。